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阿布扎比防务展上，中国公布新型的超大型无人潜艇。在阿联酋举行的阿布扎比防务展上呢，中国军工企业展出了大批先进的装备，几乎覆盖了陆海空天和电磁领域的全部细分市场，引起了海外客户和媒体的广泛的兴趣。已经有客户签署了采购的合同或者是意向。更让外媒看重的是这一次中国军工行业所展示的新技术、新装备透露出的背后的信息。2月23号，美国海军新闻在这次防务展上发现了一个重大的线索，认为这个将意味着中国在超大型无人潜艇领域有可能呢已经超过了美国。这条线索呢是在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展台上的屏幕中发现的，屏幕上显示了中船工业第705研究所设计的一款超大型的无人潜水器，它比起中国在2019年国庆阅兵式上公开展示的 HSU-001 型无人潜水器还要大，但体积并不是主要的。美国、韩国和澳大利亚都在开发比 HSU-001 更大的无人潜水器，那让美国海军新闻网站编辑感到震撼的是两个方面。一个呢是这一款超大型无人潜水器上面装备了4个鱼雷发射管，能够执行攻击敌方潜艇或者是水面舰艇的任务。同时呢，在艇身的侧面明显的是安装了大型声呐基阵，推测这条艇呢能够发射反潜、反舰鱼雷、反舰导弹、无人侦察机和巡飞弹，可以在预定的海域布设智能水雷和水声监听设备。可能是世界上首款携带硬杀伤武器的大型无人潜水器。这款超大型的无人潜水器能够执行有人驾驶攻击型潜艇的任务，而且呢体积更小、更安静、更难以发现，成本更低廉，能够大批量的装备。这将对美军在亚太地区的舰船和核潜艇呢造成重大威胁。二是虽然这次中船工业展示的仅仅是图片，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呢很可能已经在试验甚至是实际装备了这种超大型的无人潜水器。外媒在去年就通过商业遥感卫星发现，在三亚海军的榆林军港的码头上摆放着3款不同外形的无人潜水器。外媒根据照片的比例推测，这3款无人潜水器的长度从19米到23米，直径是从2.5米到3.5米不等。外媒也对中国这次展出的新型无人潜水器做了一些猜测。首先，这一次在阿布扎比防务展上展出的照片，要么仅仅是技术展示，要么是出口版本。按照传统呢，我们不可能出口自己装备的高级版本，我军自己装备的一定要更加先进。其次，外媒认为由于水下通信困难，在大部分情况下无法实现宽带通信，因此无人潜水器很难被遥控操作，也就是说它无法实现人在回漏中。所以如果无人潜水器要执行攻击性的任务，需要自主的判断是否发射致命性武器，这里面会牵涉到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我军对这个问题并非无解。一来呢，我国已经在周边海域建设了大量的水下监听网络，并且正在利用这个网络开发水下宽带数据的传输技术。二来，潜水器只要上升到潜望镜的深度，将通信天线伸出水面，就可以通过卫星或者是附近的舰船、飞机、无人机，甚至岛屿上的中继台与指挥网络链接，实现某种人在回漏中的遥控，这是可行的。美国海军呢也对开发无人潜水器十分的重视，早在几年前就已经规划了小型、中型、大型和超大型4个尺寸的无人潜水器的发展路线图。对于美军超大型无人潜水器的研制目标，那就是能够执行所有有人潜艇的任务，包括侦察、水雷战、反潜战、反水面战舰等等。波音公司负责研制的虎鲸超大型无人潜水器不久前刚刚下水。从外形上看呢，虎鲸还不具备携带鱼雷的能力，仅仅是一个技术验证型号，而且它的长度也仅仅有16米，要比我军在榆林军港码头上的无人潜水器小。此外，澳大利亚和韩国也公布了开发超大型无人潜水器的计划。这一款新型超大型无人潜水器的出现，对我国海军的建设意义重大。水下作战呢，是我军与美国海军差距比较大的领域。虽然我国已经在葫芦岛的渤海造船厂建设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核潜艇建造基地，
我军核潜艇下饺子的时代也即将到来。但是在可以预见到的未来，我军的核潜艇的力量规模仍然会小于美军，而这种大型无人潜水器的列装能够快速地缩小我军在水下作战领域与美国海军的差距，他们将是企图干预台海的美军核潜艇挥之不去的梦魇。好，这句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